现在呢，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都还是有相当程度货币宽松的空间。那当每个国家的央行开展稳定的降息循环之后呢，对经济的影响有哪一些呢？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目前呢，我们正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有关于通膨呢，是不是能够降温，看起来已经是市场期待很久，但不敢想象会实现的预言。不过呢，就在未来一个季度，我们就快要迎来通膨快速降温的时期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从通膨快速降温，还有美国经济扩张的角度来检视，为什么呢？通膨将会在半年内快速降到联准会的通膨目标区间，进而让联准会启动降息循环。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那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过去3个月美国3大通膨数据呢，就可以发现，不管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个人消费支出年增率，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基本上呢都出现了零增长，甚至呢是负增长的态势。CPI 4月的水准是 313.27， 6月是 313.05， PCE 4月份呢是 123.11， 6月呢是 123.24， PPI 呢4月呢是 256.77， 6月呢则是 255.42。 从最新的采购经理人价格指数来看呢，不管是服务业或是制造业，在进到7月之后呢，价格增长还是持续放缓。再加上美国的房租增长呢，已经正式进入滞后反应的周期，所以呢，增长扁平化的情况可能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如果短期内3大通膨指数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进入今年的第3季之后呢，因为对应去年基期的关系，通膨年增率呢就会出现戏剧性的大幅下滑了。那7月 CPI 呢有机会降到 3% 以下，很快的呢9月份呢就会降到 2.2% 到 2.4% 的水平。那因为租金的占比比较低， PCE 的下滑幅度呢会超过 CPI， 9月呢直接降到 2% 到 2.2% 的左右的几率呢就很高了。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大一点呢，会发现在全球主要的国家范围里呢，到了6月份呢，通膨快速降温也是现在进行式了。从图2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欧元区的通膨年增率呢，已经降到了 2.5%， 去年通膨重灾区的英国呢，更是降到了 2%， 基本上呢，都已经恢复到常态了。那因为日本贬值的幅度很大，通膨水准比较高，但也已经回到了 2.8%。 大家可以注意到呢，过去2年呢，因为经济走弱，中国进入通缩，通膨年增率呢还是只有 0.2%， 没有什么起色。那所以呢，可以预期经过贸易的交互影响，也会加速美国通膨的回落。随着各个国家对抗通膨的战役告一段落，现在呢，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都还是有相当程度货币宽松的空间。那所以呢，适度把目前偏高的利率水准降到中性的利率水准，来腾出未来更大的货币决策空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当每个国家的央行开展稳定的降息循环之后呢，对经济的影响有哪一些呢？第一类呢，是因为经济呢出现衰退危机才开始降息。第二类呢，是正常的景气和通膨放缓之下的预防性降息。那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哪一种情境，利率的走低呢，都会刺激房地产和车市在之后的时间点出现了明显的扩张，只是预防性降息的影响时间呢，会来得更快一点。过去1年多以来呢，汽车和新屋销售市场有受到库存不足和高利率的影响，所以呢，销售不振的情况呢非常明显。那因为美国的经济呢目前没有疲态，联准会进到稳定降息的循环呢，已经可以定位是一个预防性降息的措施了。所以呢，我们预期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因为低基期的加持，美国的车市和房市呢有机会出现扩张的荣景，然后呢变成景气成长期的后期，还有未来荣景期的经济增长主轴。当然呢，投资人还是会担心经济动能呢，是不是会因为高利率的时代太长，出现不可逆的伤害呢？在继续说明之前呢，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2024年呢是财讯的50周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是认同我们的经营理念，都欢迎您加入会员，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哦。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第二季美国 GDP 数字中得到解答。美国经济的第二季实质增长呢，达到了 2.8%， 比第一季的 1.4% 增加了1倍。从内部细项来看，出现从去年第三季以来最强劲的全面扩张
张趋势，民间消费贡献了 1.57% 的经济增长，是第二季经济增长扩张的主力。那其中商品消费贡献了 0.55%， 服务消费呢贡献了 1.02%。这个表示呢，民间的消费动能呢非常的平均，而且高度扩散。再来呢，就是民间消费的强力扩张，终于拉动回补库存的需求。在经历2个季度的负贡献之后呢，这一季贡献了 0.82% 的正增长。而且呢，从进口大量的增长趋势来看呢，代表未来的需求不会看淡。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是连续4个季度维持正贡献了。那这个也说明呢，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不弱的。未来呢，随着更多的国家进入宽松循环，有机会进一步拉抬外需的增长。那民间投资的部分呢，象征了未来景气扩张的动能。这个部分的贡献度呢，达到了 1.46%， 其中固定资本投入的贡献度达到了 0.64%， 已经呈现连续6个季度的扩张。这么强势的民间固定资本投入热潮呢，是景气成长期的典型现象。那随着通膨放缓和降息循环的开始呢，我们可以期望进一步强化这个资本投入的热潮。只要民间投资动能，特别是固定资本支出呢没有放缓，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呢，就不会有景气转向的问题。去年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提出了 Higher for Longer 的理论。那在今年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提出一个反向的论述，那就是 Lower for Longer。这一次呢，我们强调的不是经济增长和股市发展，反而呢是回头紧扣通膨还有利率。那展望未来1年呢，会是美国呢甚至全球通膨和利率全面下行的1年。所以呢，在确认景气扩张持续的情况下呢，投资人应该可以更开心的拥抱这一个 lower for longer 的甜美时期，让你呢能在市场修正的行情杂音中持续的勇敢布局，预约成长期后半场的多头行情再一次的降临吧。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该如何面对这波市场的回档呢？ A. 逢低布局，静待经济成长期后半场的多头行情。 B. 适度调节，增加现金部位。 C. 不清楚，需要更多的资讯呢才能判断。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